我们呼声最高的愉悦接杀，他来了，让我们直接开始 ，Let's go！ 视频中，球拍是南京萝卜同款顺击 ZFR4，对标弓11 Pro， 拍杆进行了微加印，使杀球更快、更稳定。学习愉悦前，我们需要先学正确的接杀动作。接杀完成的好坏，主要取决于被动启动。做好被动启动，需要我们先理解启动的关键是什么。为什么移动前要先启动？当对方击球点比网带低时，采用前后脚站位进行启动。球比网带低，意味着对方无法打出落在我方中场的下压球。启动是为了在移动前蹬出重心，加快身体移动，而重心蹬出时，只有经过髋部移动时，才能更快更稳。前后脚站位是为了让髋部对准前后方向。当对方击球点高于网带，可打出落在我方中场下压球。杀球留给我们的移动时间最少，所以起球后启动需要平行站稳，让髋部对着场地两边，才能第一时间将重心向接杀位置蹬出。当对方击球点低于网带，再调整回前后启动的方式。如果该用前后站位启动时，用平行启动将无法第一时间蹬出重心。同理，起球后回中启动时一定要平行站位，不然对手轻压一拍你都接不到。接杀动作的奥义在于两个平，接杀的击球点很低，若不压重心直接伸手，不仅接不到重心，也会丢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压住重心，再伸手接球，尽量让重心与击球点平齐。接杀启动是向左右蹬出重心，前面提到了蹬出的重心需要经过髋部，若启动时两脚间距过小，则无法控制重心外移。接杀启动一定要双腿分开一定角度，双脚向外侧发力，支撑住身体。反手接杀就是在完成启动后向左侧伸手，伸手同时右腿蹬的将重心蹬至左腿，同时带动髋部左转。整个过程中左腿要保持压住重心的状态。接球后右脚前迈收回重心。正手接杀就是完成启动后向右侧伸手，同时左腿蹬的将重心蹬至右腿，同时髋部右转。接杀过程中重心压在右腿，击球后右腿随重心向右侧小跳落地时收回重心。注意，伸手的同时一定要配合转弯。接杀第二个平更好理解，这一定要退到击球点平行位置或偏后的位置进行启动，需要在启动前收住向后移动的重心，不可以这样，也不可以这样。若击球点在身体后方，是接不到球的。小杨，为什么感觉这样练习接杀时一伸手就到位，场地可小？结果一到实战根本做不到球。这是因为实战时我们的注意力只能较为集中在场地一侧，我们的站位也会更偏向支点。由于面对着对手启动时，髋部也会微微朝向直线角度，这会更容易接到直线杀球。由于直线杀球速度更快，此时向直线伸手接杀时，不仅距离更近，且转髋角度更小。无论正反手，基本伸手就能接到边线球。可如果对方杀斜线，由于此时髋部朝向偏左，伸手只能够到接近中场的球。一旦球的落点靠近边线，就接不到。此时就需要运用到愉悦接杀。愉悦接杀怎么做？我们先来看正手拳。第一步，完成接杀启动，然后在接杀动作的基础上，左脚蹬出重心，同时右转左脚尖，将左膝盖向地面跪，左腿在蹬出重心后继续下跪，会再进一步降低重心，同时把重心推向右腿，重心压在右腿后，伴随伸手力量带动着身体继续向前，在双手即将落地前挥拍击球，然后核心发力，把双腿甩到身体外侧，收回重心。注意左膝下压时，双脚尖的朝向一定要转向右侧，然后伴随着伸手力量，左腿向前蹬就完事，因为重心已经压得很低，不会摔上的。
这里我们来看击球细节，击球后拍头向前落地。若此时重心依然向前移动，手腕会被压伤的。一定要在落地后将双腿甩到右侧，才能保证手腕与小臂夹角保持落地的状态。反手鱼跃就是反过来了，右膝下跪，帮助身体进一步转宽的同时压低重心。注意反手鱼跃落地后也是把双腿向右侧甩出哦。手掌落地细节与正手相反，落地时拍头向后，不可前压重心，不可前压重心，而是核心收紧，将双腿甩出去。最后，大家可以找球搭子这样练习，距离近的就直接接上，距离远就用鱼跃。反手也是一样的哦。一开始让搭档扔慢点找感觉，熟悉了慢慢加快球速。视频最后是一节关于接杀的力量训练。第一个转髋练习是接杀的必备能力，髋部灵活可以帮助重心更顺畅的分出，快慢结合一组1分钟。转髋同时要保持上半身稳定。第二个动作主要增强大腿力量，可大大增强接杀时重心的稳定性。不要弯腰驼背哦，一条腿12次。第三个动作主要练习接杀启动，保证髋部不向上跳起的情况下，双腿开合半蹲，脚后跟不要受力，一组30次。最后一个动作练习鱼跃时核心的控制力，不要蹲到最低再伸腿，而是半蹲后不要弯腰上身前倾，完成双手触底，快速伸腿收腿跳起。一组12个。OK， 我们下期见。